大家好哈，今年主题赛这个主题叫做“说出来又如何”。说实话，有一些话真的不方便说，你知道吗？当这么多人面呢，怎么好意思呢？我想当明星，朋友们很羡慕，真的很羡慕，很羡慕。每次录节目的时候，庞博、付航出来的时候，观众那个歇斯底里的样子啊，庞博啊，付航，我想要的不止于此。我想要特别疯狂，在大街上走，突然有人认出来啊，小北，很想火，朋友们，很想火得匪夷所思。我很想火成拉布布。其实也是最近想火成拉布布的。我前2年其实想成为琳娜贝尔，你知道吧？我想火的，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词都能上热搜，比如文娱榜热搜第1，小北脸；第2个热搜，微博崩了；第3个热搜，这个世界还会好吗？第4个热搜，还好这个世界有小北，你知道吗？火到各大品牌都找我代言，但我首选的就是统一春福无糖茶。一口春福，茶香倍儿足啊！不仅是因为产品好，还是因为它从喜单依旧陪伴我一直成长。当然了，你虽然找我代言，我要保持低调，我怕别的品牌方看到我只给你代言会生气。统一春福无糖茶是好茶，我也是真的好茶。商务写的都这么好笑，你说说还得了啊？朋友们，我想火成什么样子？我想火到现场的嘉宾都不敢点评我，因为他们怕被我的粉丝网暴。即使有嘉宾啊点评我2句，批评我2句，我也不在意，因为我明白他最近想走黑红路线。他说我段子谐音梗全是烂梗，我让他感受一下北家军全军出击。哎呀，而我没有这样的粉丝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没有这样的粉丝，朋友们，我的粉丝不仅不会替我出头，还会把我推出去。我记得有一次我被饭圈的粉丝骂啊，我的粉丝都赶紧评论，他说你们就骂小北就好了，这事儿跟我们没关系哈。还有人给我发私信说小北那个我先取关了呀，啊，我先看一下这个舆论走向哈。朋友们真的很想成为明星啊！有的演员跟我说，他说小北其实你就是明星，我不是。朋友们，我这个位置确实很尴尬。你说我是普通人吧，我能上综艺；你说我是明星吧，我1年只有2档综艺可以上，还得2选1。我真的是不算明星，朋友们，我顶多算一个知名老百姓啊。但我确实接过几个活啊，有过几次这个明星的体验券啊，每次感觉大家都非常好，对我都很在意。我记得有一次我去拍戏，刚进那个片场，所有人都对我特别尊敬，说小北老师好，小北老师好，小北老师好。当时没走2步呢，已经桃李满天下了。对你也是嘘寒问暖啊。当时坐在休息室啊，问我北哥那个你想喝点什么咖啡啊？我说都行。他又特别贴心，点了一杯美式，点了一杯拿铁。然后我说你想喝哪杯你就先拿一杯吧。他说他也都行，我俩就僵在那儿了。他特别怕我不好意思，我也特别怕他不好意思，我就最后没办法了。我呢最后呢2杯都喝了一半。中间休息的时候啊，所有演员都在室外等着，因为我是主角嘛，我有个商务车可以待着。当时进了那个商务车，朋友们，很舒服。进了那个商务车里面，吹着空调，看着车里的零食，再看看外头暴晒的演员，朋友们，说实话，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你知道吧？我这也是看不了别人受苦，我赶紧跟司机说：“我师傅，赶紧把门关上吧，赶紧。”人都变善良了，你。朋友们，当明星真的很容易受到特殊照顾啊！我今年还去北美演出嘛，当时主办方把我当真明星了，带我去了个特别高端的商场，里面全是我买不起的奢侈品。我说这也没啥好逛的呀，啊，他说北这还没啥好逛的。我说对呀，我说这商场怎么连北面都没有啊？这也太不给我小北面了啊！朋友们，真的当明星干什么都容易被夸。那天我虽然什么都没买，但没有工作人员说我穷，他们只夸我低调、热爱运动，你知道。朋友们，人总被夸就很难听进去那种批评的话了。我第1赛段输给了门枪，工作人员都安慰我，他说：“哎呀，北开场确实不容易，这个票是容易受影响。”只有我的真朋友跟我说，他说：“小北啊，你这段确实没有人家门枪那段好笑。”当时我就开始反思了，我当时怎么交了你这么个朋友啊？
我就有点生气了。他跟我说：“北啊，你消气，忠言逆耳。”我说：“哦，逆耳就是忠言是吧？那我有句话跟你说，滚！”给我气的。但我这个朋友追星，朋友们，他虽然不心疼我，但是他心疼他家的哥哥。有时候跟我讲，他说其实明星很辛苦，小北，明星很辛苦，每天通告很多，作息不规律，熬夜，连续加班，甚至会脱发。我说我身边人都这样啊，你不强调这个职业，我以为是程序员呢。哎，他说真的很辛苦，明星很多平时的这个压力大，很容易焦虑、抑郁。我说哪个行业都容易焦虑、抑郁啊？我们脱口秀行业就容易焦虑、抑郁。如果你们了解我们脱口秀行业的话，你们知道我们很多演员讲脱口秀之前啊就有抑郁症，有的讲着讲着得了抑郁症。有的一开始有抑郁症，讲完脱口秀之后好了，没红又得了抑郁症。我说明星不容易，你朋友我也不容易啊！我就没见过哪个明星啊抑郁症之后去挂号的，那不都挂在热搜上了吗？而你的朋友连号都挂不上。其实我觉得大家喜欢明星啊，就是挺好的，但不用心疼明星，多心疼自己身边的人啊，因为明星其实过得还不错啊。大家相信我，因为我当过明星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，耶，开心，朋友们，开心，录节目有工作了，朋友们。去年很长时间我都是在家待业的状态，然后有一阵儿带不动的时候，想搞副业，想这个直播带货挺赚钱的啊，是不是可以改变一下命运什么的？狠狠搞了3个月，想着狠狠赚一把，朋友们，3个月挣了2000多块钱。我发现啊，这个脱口秀观众啊，很难在脱口秀演员这儿消费。他们唯一想消费的就是我，经常在我这儿出梗，你知道吧？经常问他说：“小北，那个，请问你这个链接里面的漱口水可以做可乐鸡翅吗？”我说：“这个可乐鸡翅可能有点费劲，要不要你尝试一下做一下漱口水鸡？”这。很多人还有人问我，他说：“小北，你为什么不卖点美妆产品？之前不是做过美妆博主吗？”我说我是做过，后来不是转行了吗？我有点忘了，以前那个腮红画在脸颊，后来不是画在鼻头了吗？以前是小美，现在是小丑。为什么不赚钱还直播呢？是因为直播有个隐性福利，就是会送一些小样什么的，你知道吗？那些东西用着用着呢，就有点恐怖了，一下子把我的生活品质拉上来了。很多东西我都不用啊，比如说漱口水，我平常都用自来水漱口。后来用着用着，我发现离不开这些东西了，你知道？我最开始直播的初衷是什么呢？就是给观众们挖一个消费陷阱，后来自己跳进去了。因为我知道一个道理，就是由奢入俭难，朋友们，很多事情你体验之后呢，就很容易习惯。尤其是这2年啊，上了节目之后呢，偶尔会做一下那种头等舱什么的，基本都是客户订的。第一次做的时候就客户订了，但我不知道他给我订了头等舱，我背个小书包就去安检去了，走的是那个经济舱那个队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当时还特别怕飞机餐难吃，特意吃了碗和府捞面。我说我已经是个小男子汉了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，吃得饱饱的上飞机。然后登机的时候排的也是那种经济舱队，然后当时工作人员给我看，他说：“先生，看一下那个登机的码。”我给他看了一眼，他看完之后，然后一抬头看着我，两眼放光，感觉眼神里面就4个字：与民同乐。然后我就继续往那个经济舱走，走的时候，然后空姐在门口说：“哎，先生，看一下你那个位置。”看了一眼，他说：“哦，先生，你应该往左走。”我说：“左面是货舱吗？”他说您是头等舱。我说我是头等舱。他说对，您是头等。我说我是头等舱。那感觉就是哇，哥们儿，你混出头了，你知道吧？然后往左走的时候，说实话，当时还是穷人思维，你知道吗？往头等舱走的时候，我在心里想，我说这客户也太乱花钱了。我说订个经济舱就行了，你可以把钱折给我呀，对吧？但是当时还是想体验一下，到了头等舱之后非常新鲜，然后当时坐在那儿，这个很多东西都不一样，空姐也不太一样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我刚坐那儿，空姐啪一下就跑过来，然后过我旁边了，当时我都懵了，我说你要跟我求婚吗？还是？然后他非常熟练地说我的信息，他说：“你好，请问是林先生吗？”我对。他说：“这个飞机是从上海飞往北京的。”我说：“对。”他说：“您是第2次乘坐我们航空公司？”我说：“对。”我说：“你怎么问我这么多问题啊？那个我还是河北秦皇岛人。我是13年读的大学，17年毕业，后来找不到工作讲脱口秀。对，我说这个东西也不是我定的，我是客户给我定的。我要是不行坐后面也行。那个我说你蹲着累不累？要不你坐会儿，我蹲会儿。”然后呢，其实也没有问这么多啊，就是很关心我。然后他问我，他说：“先生，我们一会儿有这个头等舱特殊的餐食，你要吃吗？”然后看了一下，很丰盛。但我说我刚才吃了和府捞面了。他说：“哦，您的意思是不使用餐食了是吗？”我说：“我可没这么说哈。”
得吃得吃。然后呢，我就开始，他又走了，我就开始参观那个头等舱。头等舱确实很贴心，准备了很多东西，小毛毯、小枕头，还有小拖鞋，我都用了用。拖鞋我也换上了，虽然那天我穿的就是拖鞋。然后那个椅子特别舒服，还能躺下，我就躺了几分钟。然后空姐马上过来说：“啊，先生，您是要休息一会儿吗？”我说：“啊，对，我想躺一会儿。”他说：“一会儿那用餐时间还要叫醒你吗？”我说：“一定要打扰我，无论如何，必要时可以心肺复苏。”说实话，我还是不太放心他，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见，我特意定了个闹钟。但话说回来，朋友们，人心里装事儿，确实睡不着觉。然后当时就特别无聊嘛，我就特别好奇，这个头等舱的旅客一般坐飞机的时候干嘛呀？我就看了一下，那很多商务人士穿着西装革履，打开笔记本啊，开始写，就是办公什么的。当时我看的时候，我说我也办会儿工啊，我把我那小平板打开了，你知道，我说我准备写会儿段子。朋友们根本写不出来，一点负面情绪都没有。太开心了，甚至想写日记。今天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为什么有些脱口秀演员挣钱之后就变得不好笑了。朋友们，头等舱真的很舒服啊，但是我每次坐完之后都特别害怕，因为我特别怕自己习惯这种生活。每次坐完头等舱，我要跟自己说小北，头等舱这种服务不属于你，经济舱才是你生活的常态。因为我这2年最大的感受，朋友们，就是世事无常。很多事儿体验着体验着，你就没有机会再体验了，你知道吧？那种生活对我来说很不踏实啊！我踏实的还是每次回到我老家河北的时候，然后出火车站打个出租车，一上去你就问师傅，你说师傅，那个天太热，能给我开会儿空调吗？他说空调不要钱呀。我说舒服了，这才是我生活的常态。然后我跟他说，师傅，我去哪个小区？他说怎么走啊？我说我也不太清楚。他说你有导航吗？我说师傅，你为啥不导航啊？他说我手机导航的话，怎么刷短视频呢？当时我坐在副驾，司机不知道方向，只有我知道方向。我觉得我是这个出租车的领航员。朋友们，做什么事儿不重要，知道方向才重要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很开心，很开心，观众朋友太热情了，太热情了。最近呢，我也在巡演本人的演出《小北指南》，每次观众也很热情，每次一出场的时候，观众们欢呼、鼓掌、拍照都特别开心。什么时候不开心？就你演个5分钟、10分钟之后啊，你发现有几个观众脸突然就亮了，有几个人就开始在那玩手机了，那光从下面打到脸上，跟个鬼一样，你知道吗？但其实我特别理解，因为手机确实太好玩了。我现在也特别爱玩手机，我很难干一件事不玩手机，你知道。现在我吃饭的时候，打开那个外卖盒子，打开个电视剧，打开手机的朋友圈，就我脸冲的一个方向的五官都不一样，你知道吧？像我一个朋友小佳，哎呀，而且这个电子设备现在有个功能，就是每天提醒你，就是用电子设备的总时长。他有一天提醒我每天玩电子设备的总时长是25个小时，我都懵了，你知道吧？我尤其喜欢刷短视频，现在短视频都有一个用户画像嘛，然后我的用户画像肯定特别奇怪，因为我平常喜欢刷一些 NBA 的视频，喜欢刷一些黑人笑话，喜欢刷一些冬泳的老头儿，我的画像很可能是一个喜欢黑皮体育生的老太太，很变态，但就是我。而且现在我玩手机玩都魔怔了，我看很多事儿都容易走神呢，比如看电影。今年有个电影叫《周处除三害》，你们看了吗？最后那个主角行刑的时候，给准备了一桌子饭菜、香烟、啤酒。我就有一个问题，我说手机呢？我这顿饭没有手机，我死都吃不下去，你知道吧？我现在太爱玩手机了，而且手机的信息量太大了，我玩不了手机，我特别焦虑，特别着急。现在不仅我，很多人坐飞机没有网，他都会焦虑，你知道？然后很多人在飞机上没有事干的时候，就会打开自己的相册，回忆自己的生平。我前2年过得还挺好的，怎么去年怎么成这样了呀？啊！有一次我坐飞机的时候没网，特别着急，我突然就闪了一个念头，我说飞机怎么这么慢呢？我有这个想法几秒钟之后，我反思，我说小北这已经是最快的交通工具了，你知道？我在想飞机这东西刚发明出来的时候，也不是为了当载客工具用的，你知道？没准就是一帮极限运动爱好者，闲的没事干。莱特兄弟的哥跟弟弟说：“的弟弟，我最近想飞。”那弟弟没有骂他，说你有病吧？弟弟说是，我说我也是，要不咱俩是莱特兄弟呢？而且我觉得莱特兄弟绝对不是第一个有飞机这个 idea 的人，
但他们绝对是第一批安全着陆的人。有时候我在想啊，莱特兄弟之前会不会是莱特三兄弟？现在大家活都太着急了，经常下班晚高峰，那个高峰路上堵得死死的，然后就有一个人开始鸣笛，特别焦躁，也不知道在干嘛，也不是催谁，就是发泄情绪，你知道，哔哔一直摁，然后别的司机也开始摁喇叭，就一个开始叫，几个就开始回应，那个场景怎么说呢？有点像农村夜里的狗。我觉得现在大家路怒太严重了，我发小就是，你知道，但我发小路怒的特别均衡，就是他开车的时候会骂行人，走路的时候骂司机，但是走路的人和开车的人都会骂一种人，就是电瓶车。电瓶车骂谁呢？还是电瓶车。电瓶车这人太厉害了，不仅谁都骂，还哪儿都能去。机动车道、非机动车道、人行道，感觉在哪个道上都不太要命。我看出来了，这个电动车呀能混黑白两道。而且骑电瓶车的人，我觉得有一句人生格言，就是“道可道，非常道”。你问他谁说的，他特别自信，老子。我发小就是这样，你知道？我发小这样，我发小其实平常特别有礼貌，仁义礼智信都有，一开车全没了。一开车就是会不会开车呀？啊，驾照捡的呀？着急投胎呀？我说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感觉他握的不是个方向盘，是个魔戒。平常都好好的，一摸那个方向盘 ，My pleasures。吓死我了，没说错，差点说 My passion。现在我觉得大家多多少少都有点路怒症，你知道？我就发现从根儿上就不对劲。一开始教你的人就是一个暴躁的人，驾校教练。所以如果你有路怒症啊，我觉得大家也不要责怪自己，就是你原生驾校出了问题。朋友们，你们想一想，你们开车的时候是不是易怒，难以建立信任，感情冷漠，难以共情？这都是你在教练的耳濡目染学来的，你知道吧？讨厌教练，理解教练，成为教练。幸福的驾校治愈一生，不幸的童年需要交警治理。最后呢，希望大家路怒的时候冷静一下，不要冲动，也不要问候对方的父母，我觉得挺不好的。实在不行，你可以问候对方的教练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耶！赛制很激烈，每次这种都是特别残酷，但是其实我们脱口秀演员私底下关系还挺好的，尤其是去年经常一块吃饭、抱团取暖什么的。一块吃饭互相安慰，然后经常吃饭的时候就聊天嘛，聊着聊着没人聊的就聊点去年特别流行那个 MBTI， 你知道吧？有人就问我，他说小北你是什么 MBTI？ 我说我没做过，他说你不用做了，你就是快乐小狗，你就是快乐小狗，阳光开朗就是快乐小狗啊！我回家做了一下，发现我是指挥官，说实话有点不满意，然后我又做了几遍，直到做成了快乐小狗。我甚至上网查了一下攻略，怎么做能够成为快乐小狗？我现在就是快乐小狗。有可能上升是指挥官，人说不准，你知道吗？一直以为自己特别开朗，直到去年发生一个事，然后改变了对自己的印象。去年我去剪头发的时候，剪着剪着，理发师跟我说：“小北你有点不对劲儿啊，你好像斑秃了。”当时我第一反应，我说你剪错了就剪错了，你说我有病是有点过分了。拿镜子给我一看，确实有点掉了几块啊，那个脑袋呀，就怎么说呢，有点像被那个机关枪扫过了一样，就突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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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突，你知道吧？这不好笑，突突突突突突突。又来。说实话，当时有点悲伤，你知道，看着镜子里自己，我就在想，我说我不是快乐小狗吗？合着狗是斑点狗啊？看着头上那几块空白，我就在想，我说这是什么呀？为什么会出现我身上啊？为什么我头顶会出现麦田怪圈啊？就怎么能那么整齐的掉一大片呢？我平常也掉头发，但是都是特别均匀的分布在各个地方。这次掉的也太集中了，感觉跟商量好的一样啊！有根头发就说，他说哥几个，我准备出去创业了，有没有人跟我去爱奇艺？开玩笑，开玩笑。而且斑秃那阵子人特别敏感，特别敏感。但凡我们这行业出点事儿啊，就是有网友给我发私信，他说小北啊，你要爱惜羽毛啊。我当时就火，我说谁不爱惜羽毛呢啊？你不懂，是我的羽毛不爱惜我。我后面有点紧张啊，有点紧张，还是去看了皮肤科，去医院看了。然后医生非常淡定，他说现在上海很多年轻人都有这个状况，都会斑秃啊。很多人因为焦虑、压力大。我说大夫不可能，我是快乐小狗。
那大夫说：“先生，你不要着急，有2种情况，一种是你压力大、焦虑，还有一种情况呢是这个你血有问题，之后可能要做化疗。”我说：“你要这么说的话，我压力确实有点大。”我就非常着急，你知道，我就问大夫，我说：“哎，我说大夫，我这怎么才能好啊？”他说：“你平常几点睡啊？”我说：“这个平常晚的话就是8、9点，早的话就是12点。”大夫说：“我有点没听懂。”然后医生说：“他说医生这样啊，就是你就这样，你就每天准时11点睡觉。”我说1点行吗？医生有点生气，医生说：“你怎么还讨价还价呀？”我说：“没你这么当医生的，我是诚心想好。12点半行不行啊？不行的话，我去隔壁看看别的专家。”你知道吗？然后医生说，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你免疫力下降，然后饮食需要注意一点。然后我朋友就给我推荐什么地中海饮食法，我当时就有点生气，我说有点过分了，我这斑秃还没到地中海呢是吧？我说有没有那种乌黑浓密的饮食法，你知道吗？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地中海饮食法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试过啊？其中有一项就特别有意思，他说，你早上起来空腹喝1小杯的橄榄油，神奇吧？没听说过吧？就喝1小杯橄榄油，然后再吃点生菜，在肚子里面呢搅拌一下。我当时心想，我说这沙拉非得分开吃吗？啊，我说这什么饮食方式？我说这个肚子跟个锅一样，先喝口油呛锅。我说怎么想的喝橄榄油？我说那玩意儿能喝吗？谁会喝那玩意儿啊？我喝了。我喝了，太难喝了。那次喝橄榄油怎么说呢？就感觉有点挂壁。很多东西放到嘴里啊，一不注意啊，它就滑下去了。吃葡萄滑下去了，瓜子滑下去了，口香糖滑下去了，你知道吗？后来发现啊，这个牙线也没有那么难消化，你知道吧？然后网上还跟我说，他说健康的生活方式最好是那种饮食清淡、少油少盐、定期运动、适度交友。我说这个生活方式怎么跟狗一样啊？还有些人把自己那个体脂练得特别低啊，就感觉这个人啊特别的柴，你知道吧？我当时一看这人，我说柴犬。而且那些体脂特别低的人，我在想那些健身的人真的开心的吗？你们见过那些人吗？体脂特别低那种，跟穿个羽绒服一样。他们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健身打比赛的时候，每次都这样。就这样着。我就发现健康生活唯一的缺点就是不快乐。后来我就释然了，头发也慢慢长出来了。从今天起呢，我就不做快乐小狗了，我要做快乐小北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太棒了，朋友们！知道现在几点了吗？凌晨2点啊，凌晨2点啊，很嗨哈。好巧不巧，去年呢，我有一轮次也是凌晨2点上台。当时非常困啊，非常困，不仅我很累，观众也很累。我记得我当时在舞台上表演呢，然后搞笑呢，在这幽默呢。我余光一瞟，第一排有观众眼睛已经闭上了。我当时特别想给他个大嘴巴子。我说大哥，你醒一醒啊，一会儿还投票呢，你还把眼睛闭上了，黑灯还没闭眼睛呢。我闭上了，你没看见。哎，确实也是录了好几年节目了，有种感受，朋友们，我感觉每次录这种节目都很考验人性，真的。一般都是这种 PK 环节嘛，啊，每次 PK 的时候我心情都很复杂，就是每次 PK 我那个人在前面讲的时候，每次讲的好笑吧，我笑不出来；每次讲的不好笑吧，我怕自己笑太大声，你知道吧？朋友们，录节目一定要做好表情管理，真的啊！去年录完之后，我回家看了一遍节目啊，当时有个选手在上面表演的时候。切到了个付航的镜头，付航当时比较严肃嘛，就面无表情地看这个演员。当时飘起个弹幕说：“付航的底色好悲凉啊。”有一次刘洋在上面表演，我也是面无表情这样看着他，飘起个弹幕说：“小北有啥不服的啊？”朋友们，我也悲凉啊。你们可能不了解我内核也是悲剧，你知道吧？我真是服了。每次录这种节目，主持人也特别欠。每次一个人表演完之后，然后说那个谁不服啊 ，PK 一下，梆站几个人，主持人特别欠。主持人要 Q 一个问题：你今天为什么选择这位选手 PK 呢？大家就开始编一些莫名其妙的理由因为我们都是北京的演员。因为我们都是中年人。我说你怎么不说你们都是右手使筷子呢？就没人说实话吗？你这站说实话不就完了吗？你今天为什么选择他？直接站来说，因为我觉得他不好笑。我觉得我能赢，
他就是之前几年上过几年节目，有点观众缘什么的。当时终于明白为什么这么多人 PK 我了。而且演员每次参加这个节目都很体面，每次这种 PK 结束，赢的人、输的人站在台上，赢的人都很体面。每次赢的要帮输的人找补两句。每次一比完，赢的人在旁边说：“其实他线下是个特别好的演员。”这段我看过，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。今天可能是因为紧张嘛，没有表现好，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，多去线下看他。我当时坐旁边，朋友们，我心想，可不得去线下看的吗？线上撩路，不被你这个王八蛋堵死了吗？而且都输成那样，谁想去线下看他呀？啊，不都想看你吗？我就没有见过哪个观众脑回路特别惊奇的。看完一个综艺之后，在那想，哎呀，与其线下看看呼兰，不如试一试姜子浩呢。朋友们，姜子浩是个特别难找的案例，有名气不搞笑。不是你们是不是觉得我太刻薄了？你知道吗？其实没有，我跟姜子浩私底下是特别好的朋友，你知道吗？真的，他那段我看过，其实线下演出特别炸，你知道吧？希望大家多多去线下支持他的粤语专场，好吧？你知道吗？其实身边的人，这个有些朋友总有人劝我，他说：“小北，你录节目的时候 real 一点。”他说：“真实的人很招人喜欢。”我说 real 是什么样子？他说 real 的人就是你开心的时候就有什么想法都说出来，你开心的时候开心，难过是难过，生气的时候你就骂。我说那不就是翟佳宁吗？我说这种人也不是很招人喜欢吧？啊？我朋友说，哎呀，小北也不全是。我说这不就是观众喜欢的活人感吗？他多有活人感，我看很多网友让他去死一死呢。大家小时候都看过一个这个童话故事，叫做《皇帝的新装》啊，告诉大家做人要诚实。其实我长大之后又看了一遍啊，上班之后我其实特别能共情那些哄骗皇帝的大臣，我觉得他们太不容易了啊！项目做得好好的，都快结束了，突然路边来个小孩说：“我觉得这个项目有问题。”我当时大臣我都气死了，我说有啥问题啊？领导满意，进程顺利。我说就你聪明，就你明白，难道我们这帮人不知道这个项目在裸奔吗？我之前也接过一些台前的工作啊，就是给一些歌手比比划划、评头论足，有点像现在的气氛组，就是。然后当时呢，一个歌手表演的是自己的一个原创曲目啊，然后唱一会儿就忘词儿了。当时我心想，我这不好好的 real 你啊，你一会儿在台上站好，我必让你下不来台啊。但是当他表演完结束之后啊，所有的导师和明星都在安慰他、鼓励他。我说不对呀，我说这哥们儿身上有点东西啊，他身上有皇帝的新装啊。我当时脑海中跟走马灯一样，你知道吧？走过了好多前辈的身影，什么柯以敏啊、丁太升啊。我说我不能步他们的后尘啊，别最后整的活人感有了，活没了，你知道吗？但我心想这不行，我说你们几个从我脑海中出去，何炅、汪涵进来。当时我就这么评价的，我说哥们儿，我觉得你这个说唱真不错，很有态度，我很喜欢，我尤其喜欢中间那段留白。朋友们，说实话，我觉得这2年这个网上特别喜欢劝大家 real 啊。去年经常在一个网上看一个标题，就是说什么00后整顿职场，写的内容大差不差，说这个00后在这个职场里干得不开心不舒服，就骂领导一顿，说老子不干了，然后就走了。但是我看完，我觉得确实挺过瘾的。后续呢？后续你怎么不写了？00后整顿职场，回去之后被房东整顿，吃糠咽菜睡桥洞，然后被城管整顿。到了那个桥洞那儿碰到很多大爷，问大爷你们是怎么来这儿的？大爷说，哎呀，小伙子，我们是90年代整顿职场那帮人啊。年轻人，咱们就先别聊什么整顿职场了，聊聊明天去哪儿整顿饭吃啊。我觉得这帮写文章的人特别坏，天天鼓励00后整顿职场骂领导。我说你为啥不骂呀？啊，是因为你有家庭吗？这帮人真的特别欠。这帮人是哪种人？朋友们，这帮人特别像在职场里，但凡你干得不舒服，有个人在你耳边说，这你能忍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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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
这要我忍不了，咬他啊！朋友们，最后我想说 real 的事儿啊，就让我们脱口秀演员干就可以了。我呢就不劝大家在职场 real 了，我祝大家在职场 rich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很开心啊！最近呢，我不是快乐小狗了，我是快乐狗爹。最近养了个小狗，然后朋友教我怎么养嘛啊，3个月大小狗吃的有营养一点，让我吃什么鸡蛋、鸡胸肉、胡萝卜。我说在上海确实不一样哈，狗改不了吃 brunch。我朋友说再大点可以给它办狗证了。我说什么叫狗证？他说狗证就说明它是条上海狗了。我说这么快就落户了？朋友们，我来上海快7年了，我还没落户呢。我说他凭啥呀？凭他可爱，凭他能给人带来情绪价值。我说我的工作就是给人带来情绪价值。弄了半天他是快乐小狗，我是河北土狗是吧？我朋友说狗办狗证很简单，打狂犬疫苗就可以。我说我也打狂犬疫苗了，我真的有点嫉妒他。现在你知道，有时候在外头溜达的时候，我有点吃醋，我想报复社会，我有时候想咬路人一口。还好当时有狗绳牵着我，当时那狗一回头，眼神里感觉就说了一个字 ：no。一个普通人确实在大城市很难落户啊，但是一些品相好年轻人还是不一样。比如有一些海外留学背景的啊，这种算血统比较优良的。我当时有点难受，我说我血统也挺优良的，我是土生土长的河北人，而且我每年参加脱口秀比赛，我说我属于赛级河北人。而且宠物不仅好办户口、好落户啊，这个城市对宠物也是特别友好。那现在上海很多咖啡厅，你带着宠物去啊，会免费得到一个狗吃的奶油。当时看着那个奶油，我心里五味杂陈。上海卖一杯咖啡很贵，要30多块钱。我刚刚看着那奶油，我心想，我说我买咖啡的钱是不是都让狗吃了呀？啊！而且该说不说，朋友们，那个奶油不好吃。然后我就想给它养得好一点嘛，上网我会看很多关于养狗的小秘籍，给它养得好一点。网上有个写的很有意思，他说给狗做绝育手术之后，狗能够多活2到3年，狗的性格会变温顺。我在想，那些狗如果知道自己脾气暴躁的后果是这样的话，他当时肯定说：“你等会儿，我觉得我的脾气还可以克制一下。”然后还有说这个狗狗做绝育还有好处，就是不会乱尿尿了。我说尿那儿也听你人类的，又要听你话，又要绝育，以后别说狗是人类最好的朋友了啊！什么忠犬八公啊？你人类想要的是忠犬八公公。网上说给狗做绝育还有个好处，就能避免流浪狗的问题，因为一只狗1年要生12条小狗，3年下来反反复复会生出上百条小狗。我说你不能因为这个问题复杂你就这么对狗吧？啊，这件事儿非得从根儿上解决问题吗？我觉得人真的为动物好啊，就不要把人类那个审美强加在动物身上。比如说柯基，柯基本来有尾巴，它尾巴有这么长，因为人类觉得就是不好看，然后给剪成这么短了，你知道？我觉得对柯基这个状态都不太一样了。剪完之后，你知道吧？有的大尾的柯基显得很友好，摇着尾巴跟打招呼啊，你好你好。断尾的柯基就显得很消极，说啊小柯基，那柯基这样。No 啊！我觉得宠物过得好不好，完全看人类这段时间的审美。有一段时间特别流行折耳猫，脸圆圆的很可爱，但是它虽然有基础病啊，又很贵，但是很多人愿意去买它，很快就过时了。其实对猫的生活质量有着非常大的改变啊。它本来可以生活在杨天真家里面吃金枪鱼，因为没赶上好时候，只能在何广智家吃拼某饭了。而且过时就很容易被遗弃啊，被那些流浪的野猫看见它都得问他，他说哥们儿，你这小体格是不是流浪撑不了几年呀？那折耳猫说，很难说。但应该能比你多活2到3年。人确实对宠物不好啊，为了好看断尾立耳啊，但人对自己也不好啊，为了好看会动刀打针。人不是不爱宠物，人是不会爱，你知道？所以呢，我准备先学会爱自己，以后狗吃饭前我先吃个 brunch 啊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耶，大家好，大家好啊！今天确实就是行动有点不方便啊，前2天腰伤了。啊！最近都没有人笑我太疯癫，都笑我腰不好，确实不太灵活。前2天我去健身房练了2下腰就伤了。我当时想，我想录节目，我保持一个好的精神面貌，结果就成这样了，你知道吗？当时呢，其实就是想状态好一点，
结果越练越差，真的是南辕北辙，背道而驰，莫名其妙，朋友们。当时做了个力量训练，你知道，硬拉40，40其实对于一个成年男子来说，其实已经非常轻了。然后我跟大宅说，我说大宅，我硬拉40腰伤了。他说北啊，是一边40吗？你这就不叫硬拉，你这叫滴溜。我跟你说，当时我硬拉的时候就走神了，你知道吧？我一不注意，啪就闪了。我当时走神之后想的，我说下一3段我写啥呀？啪一下就闪了。我说行，有了。然后我就直接去医院了，你知道吗？你们说巧不巧？这个医院呀，离健身房就一个路口，我都怀疑是一个人开的。但是确实当时走不了路了，比现在还严重呢。我就叫了个滴滴，然后上那个车的时候，滴滴第一句话问的都不是，他说那个先生你尾号多少？他问的是这么近你也打车？然后当时到了医院，真的人呢，真是倒霉，喝口凉水都塞牙，你知道吧？我在医院路上走2步之后，手机就掉了。你知道这个腰伤了之后啊，这个腰我就弯不下来了，我就直着腰啊捡那个东西。怎么说呢？那个动作特别像蜘蛛侠上旱厕。前2天参加一个越野跑活动，其实是个活儿，很久没接活了。我朋友对接过来，他说小北有个越野跑的活儿，不过预算有点少。我说多少？他说参加完送你双鞋子。我说也行，之后也不用花钱买鞋了。那我说不能再低了啊，必须是1双鞋子，2只哈，左右脚哈，1个码哈。你们了解越野跑吗？那天我也是跑完之后才了解。这个越野跑给你们解释一下，就是在山里跑步，然后一会儿快一会儿慢，有上坡有下坡，很可能跑着跑着就没路了。怎么说呢？有点像脱口秀行业。我说这个是我领域啊，跑一跑。那次我跑的是12公里，其实，在越野跑里面算比较短的了，一般还有那种100公里的。当时我听100公里我都惊了，我说这还是运动吗？这不逃难吗？当时出发前我跟我爷打电话呢，我爷说哦，他说这个现在叫越野跑啊，我小时候叫闯关东。那天有1000多个人参加，你知道，所有人在起跑线准备，发令枪一响，所有人开始比赛要开始了，但根本就跑不起来，你知道吧？我原地踏步了1分钟。然后慢慢就跑起来了。跑起来之后，说实话，跑一会儿我就开始累了。然后当时一抬头发现刚到起点，谁能想到我都30了，又一次输在了起跑线上，真的是身体不好。那天跑2下之后呢，左腿就抽筋了。左腿抽筋之后，我跑着跑着说：“哎呦，抽筋了，左腿！”然后前面有个女生回头笑我：“啊，左腿抽筋了。”然后他就岔气儿了。运动真的要专注，朋友们，你知道吧？看看我这个腰，现在啊，那天我越野跑听到最多的一句话就是让一下，加油，让一下啊，听得我直生气。我心想你们骂人可真难听啊，但我又追不上，你知道吗？当时气得我直跺脚。后来右腿抽筋了，而且这个越野跑中段的时候就进山里了嘛，山里面有一些村子，你知道吧？村子里面有很多老大爷背着手看我们，看我们之后我还贫呢，我跟那个大爷说，我说大爷，你看我们看吹不看吹啊？那个大爷说好 CT 啊，我说大爷你也太时髦了啊！我想请你喝一杯 Uncle Law， 这可是大家都爱喝的国民白酒，老村长，口感柔不上头，真正纯粮酒，真的很 CT， 真润啊！然后那个越野跑非常长，然后中间就有几个补给站，因为我跑的确实有点慢啊，每次到补给站的时候，那个西瓜都被吃完了。每次那个补给站就给我留点西瓜皮，你知道吧？但你别说，累的时候真是吃啥都香。但我觉得这个补给身体啊，不如补给我的斗志。我觉得你补给点你就放点现金，你第一个补给点放100，第2个放300，你就递增。如果给我换成硬币铺一路就更好了。具体的可以参考《神庙逃亡》。那我感觉我能一直不停的跑，一直不停的捡钱。以后我在越野跑圈就有个闻风丧胆的名号，小北 AKA 暴走存钱罐。我呢，其实一直在队尾不紧不慢的跑，跑得有点慢啊，因为是个邀请的活动。中间呢，然后那工作人员还给我发微信，他说小北加油，终点等你。后来发的是小北你快跑2步，都等你下班呢。当然最后我还是完赛了，因为后半程呢我全力冲刺，因为他们最后给我发的微信是，他说小北你在哪儿呢？发个定位，山里有狼。那天回去之后呢，说实话我有点受打击。
觉得还是要锻炼身体，不能被人笑话了啊！明天我就去健身房做力量训练，录节目我要保持一个好的精神面貌，不要干太猛，就硬拉40就可以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伟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伟。熟悉的味道，朋友们你们好。刚才呢，我和你们一样啊，刚刚才知道杨笠啊当上了总编剧，失误了，朋友们。他给我看稿子提意见的时候，我还纳闷呢。我说杨笠，你是不是有点越界了呀？啊，你看稿子就看稿子，怎么让我给你倒茶呀？啊！现在理解了。其实这事儿也很简单。今天呢，我赢了，说明我是个好演员；我输了，说明他是个烂总编。哎，讲讲好久不见了，然后讲讲去年。去年在我人生中发生一个特别大的事情，朋友们，去年我同居了，年底又分居了。同居这个事儿真的不是很妙，朋友们啊，我不是不喜欢同居这个事情啊，我是不太喜欢同居那个时候那个状态自己，你知道，我变得很计较。就平常我自己住的时候，平常在家里面打扫卫生、叠被子、洗衣服，我自己来我都 OK。当我跟一个人同居之后啊。我干这些活的时候，打扫卫生的时候，我就变得不情不愿、絮絮叨叨的。我说这活都我干了啊，我是你佣人吗？我啊，我还是小北吗？我这不小北子吗？而且好多事都要迁就对方，你知道。我自己住的时候，我饿了，我自己订外卖吃就非常方便。当我跟一个人住的时候，我订外卖我就问对方，我说我饿了，我订外卖你吃吗？他说我不吃，我会重复的再问一遍，我说你确认这个外卖到了之后你也不饿吗？如果这个外卖到了之后你饿了，你吃我外卖的话，我就有点生气了啊，因为我这人比较护食，我是狗。而且同居之后很多事都要分享，看电视剧你们要分享啊，就是吃饭的时候，假如你们吃饭的时候看2集电视剧，只要这电视剧你们看了2集，这个电视剧啊就不属于你一个人的了。啊，假如有一天你自己在家住啊，有点忍不住了，偷偷摸摸的钻进被窝里看第3集，朋友们，这个行为跟出轨没有区别。你永远要等另外一个人完全没有事情的时候，你们开始看第3集。后来我俩分手了，分手的第3天呢，我把《甄嬛传》全看完了。而且同居很多事我都受不了，处理不了。同居还有很多难免有一些摩擦嘛，生活中摩擦都还好，我最接受不了的就是晚上你们还要睡在同一张床上，太尴尬了，朋友们。我从来没有想过白天2个人互相说特别难听的话，恶语相向，你们晚上还要睡在同一间屋子里面，睡在同一张床上。我以前唯一知道的场所就是派出所了，而且那个气氛太压抑了，我在家里面都不敢大呼吸，我刷短视频都不敢笑。但凡你这个人乐观一点啊，说明你对这个争吵不是很尊重，你知道吧？当然有好的时候，热恋的时候，很多时候呢，看似很多很浪漫的行为，比如说一起抱着睡觉。一起抱着睡觉，一般就2种经典睡姿。第一种呢是男生平躺，然后用右臂啊环抱女生，在胸口睡觉，等这个女生睡着半个小时之后啊，把这个右臂抽出来，然后甩一甩，再睡啊。这是第一种经典睡姿。第2种经典睡姿呢，就是女生平躺，男生用左手环抱她，但右臂被自己压住了。我想了一下，这个右臂啊怎么睡都是废了。朋友们，我想了，最适合同居一块抱着睡觉就是杨过了。而且2个人睡觉真的不是很舒服，因为我属于神经比较衰弱的那种人，你知道，我觉特别轻，我特别怕旁边人发出动静，就打呼噜啊什么的。其实打呼噜打得匀都还好，我就怕那种打得不匀的，打着打着突然停了，我这神经衰弱，我能睡着，我噔一就起来，我说看眼鼻息，看眼鼻息，怎么没鼻息了呀？啊，我手麻了。一块儿睡觉真是太难受了，朋友们。有时候我在想双人床这个东西是不是个伪命题？因为以前我在故宫里面看那些博物馆里面那些床，古代床都非常小非常窄，会不会有一天那古代的有一个那个做木床的人，然后他就想，他说哎呀，他说我们最近那个现在睡的床太小了，我们做个大床嘛，我做个那种5尺4的床，特别大，然后一个人在上面翻来覆去，睡得特别舒服，特别爽那种。然后这个床我们就取个名字叫爽人床。爽人床。建国给写的啊。然后这时候一天津人进来了，他说这是嘛呀？这是？
这是双人床，这双人床得双人睡啊，朋友。晚上听这个还不来劲啊？我要翻跟头了，朋友们。所以有时候在想啊，大学恋爱美好是不是就因为没有同居？因为两个人其实在一块儿的时间非常的短暂，除了上课之外，两三个小时，吃饭啊，散步啊，看看电影，基本就结束了。到门口之后特别舍不得，你在旁边特别不舍。你说啊，宝贝，你回去吧啊，回去吧啊，宿舍阿姨都催了，吧，回去吧。我也爱你，转身之后回宿舍玩去了，你知道吗？每个人有各自的空间，我觉得挺好的。我觉得这真挺好的，所以大家现在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况下，尽量就不要同居了。我给大家提出一个特别先进的谈恋爱的方式，叫做走读。走读真不错，朋友们，走读真挺好的。但是呢，劝大家也不要走太远，不然像我这样呢，很容易不小心就被开除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小北。Hello， 想我们吗？也很想你们。这一年过得太快了，朋友们，这一年过得真太快了。不过这一年也有我的收获啊，从节目播出一直到现在，我的小北指南一共演了90多场。不错。然后有一些脱口秀演员听到之后还跟我开玩笑呢，说小北你怎么演这么多场？家里不会是欠了些钱吧？啊？我说首先这不好笑，其次我跟你熟吗？如果熟的话，能不能借我200？能借我？也不是，就确实家里有点赤字啊，首先就是我妈啊，我妈沾染了一些传销啊，但是你们别紧张啊，我妈属于传销的最后一环啊，就是消费者。我什么时候发现我妈开始搞传销的？就是家里面多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啊。然后我问我妈，我说妈，为什么家里买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啊？我妈说这个儿子，这些东西都不要钱，这些东西都是买枕头送的。我说妈，我从小睡大那个荞麦枕头不是挺舒服的吗？为什么换这个枕头？我妈说儿子你不懂，这个新枕头能治病。我说妈，我没病。我妈说你别废话，躺下试一下舒不舒服？我躺下试了一下，怎么说呢？这个枕头特别像指压板改的，很硌得慌。当时就明白这个枕头能治什么病了，能治我爱睡懒觉的坏毛病。但是我爸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妈一句，从来没有说过我妈一句不是。不是因为我爸这个人多善解人意，是因为他投资也失败了。我爸爸在2021年房市的最高点买了房子。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夏天，我回河北老家，我爸开车去机场接我。回去路上，我爸一言不发，脸色特别凝重，嘴上起了个大泡。我坐在副驾驶也不敢说话，都宿舍坐着。然后我爸开着车，突然来一句，他说：“我朋友他儿子有房子，你也得有。”当时我第一反应心里暖暖的。我说：“我爸要给我买房子了啊！”我爸第二句话说的是：“我交首付，你还房贷。”当时有点懵，我说：“爸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他儿子有房贷吗？”我爸说那没有。说实话当时有点无语，我就不说话了。我爸还劝我，他儿子你不能这么想这个问题，你得这么想，他有的你都有，你有的他未必有啊。我说你跟我玩朝三暮四呢是吗？然后我爸当时给我拍了肩膀，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。他拍着我肩膀跟我说的：“儿子，现在再不买房就来不及了，现在不出手，以后就很难出手了。”怎么说呢，也算说对了一半吧啊，一半。然后当时我就一直不说话，我爸还接着劝我，他说：“儿子，实在不行你当投资了呗啊，这房子每年都涨，实在不行你过2年你不住，再给卖了，赚点钱什么的。”我家在河北秦皇岛，我们那儿有个特别著名的地产叫阿那亚。我跟我爸说：“爸，实在不行在阿那亚买个房子，我听说那儿不错。”我爸说：“儿子，你可能很久没有回河北老家了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阿那亚那地方离市中心多远呢啊？儿子，敢不敢打个赌？3年之内阿那亚必黄。”还阿那亚呢？阿那亚再好，能有恒某靠谱？有，朋友们有。我从小到大观察我爸，其实我爸对投资这个事儿一直属于特别稳健的状态。就房地产蓬勃发展这20年，我爸一直属于观望的状态。直到21年直接出手。你就说我爸厉不厉害吧，一出手就有。
当时我真是感慨，朋友们，我说我爸真是高手，高手应该在高点入局。我爸特别像盖里一句歌词，就是老子一抬手就能摸到天。我的钱变成袅袅炊烟啊！这2年我家那块房子跌得太惨了，我跟我爸说，爸，实在不行，再把房子卖了吧。我说亏点我也能接受。我爸跟我说，他说儿子，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。爸爸早就挂上去了。我都懵了，你知道？但是我不能怪我爸我妈，确实不能怪他们。虽然他们是投资界的卧龙凤雏，但有句古话说得好，虎父无犬子。我在21年开始理财。当时不知道从哪听一句话，感觉很有道理，就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。谁能想到，朋友们，我们一家3口把鸡蛋全摔了啊！鸡蛋不能放哪儿？不能放篮子里啊，放地上啊！不要了，死了得了，你知道？但是就这么投资，我家也不是一个蛋都没剩下啊，我们家剩了3个穷光蛋啊。21年，正是我上节目的第2年，手里有点积蓄了啊。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，他说：“小扁，要不要投资什么的？”去年有个基金涨势特别好，涨了200%。朋友们听完我都懵了，我说那还讲毛线脱口秀啊？那玩意儿来钱也太慢了。聪明人就爱用钱生钱，买啊！当时特别果断。还有一个原因，就是因为当时我爸和我妈都不看好这个。我说这不就有了吗，朋友们啊？排除2个错误答案啊，剩下的 C 不就是正确答案吗？谁能想到啊？这个答案还有个 D 选项，以上全错。我最近看了一下，我买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基金近10年的最高点。说实话，挺浪漫的。这个基金在最美好年纪遇见了我。21年。在我家属于一个很特别的年份，我和我爸在不同的领域顶峰相见。今年住在家里的新房子里，成宿的睡不着觉。我跟我妈说：“我说妈，你这枕头也不治病啊。”我说睡不着。我妈安慰我说：“儿子没事。”爸爸妈妈也睡不着。这枕头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，反正这2年给我治得服服帖帖的。治好了我的阳光开朗，治好了无忧无虑，我的天真浪漫再也不会复发了啊！朋友们，不说了，时间不等人，我准备去买黄金了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小北，谢谢。大家好，我是庞颖。我是一个辩手，但我也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。我为什么去上班呢？因为奇葩说已经好几年没办了。马老师转行做喜剧去了啊，所以呢，人上班啊就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前一段时间去体检，查出来几个微不足道的小问题，但是我妈如临大敌，非要过来亲自照顾我的生活。我妈一来，我如临大敌。啊，我妈做饭就是习惯会做很多，所以我总得吃剩的。我说妈，你不是说预制菜不健康吗？剩菜热一热不也是预制菜吗？啊，有些朋友可能觉得我挺矫情的，吃点昨天的剩菜怎么了？问题是它不是昨天的剩菜，它是昨天就叫剩菜了。我妈呢就说外面的预制菜不好，因为你不知道它放了多久。我们家的知道。米粉肉是前年过年的，粽子是去年端午的。我妈劝我吃他们的理由跟相亲差不多，她虽然不怎么样，但知根知底啊。我妈呢就是希望我活得自律一点。我从小就比较胖，总有人觉得呢胖就等于不自律，但是我不同意啊。虽然有些人觉得坚决不吃不健康的东西叫自律，但是我认为坚持不吃不好吃的东西才叫自律。同意吧？有人说呢不对，自律啊你必须得约束自己的欲望。那我也挺自律的呀，我多么想买房都没有去抢银行。又有人说
规律的生活就叫自律，这也不对啊。偶尔出轨叫放纵，每个月定期出轨一次就叫自律。其实我不是不在乎自己的健康，但是打工人太累了，很难兼顾工作和健康。我有一份全职的工作啊，是真的全职的工作。我加班加的最严重的时候，我一周工作过超过100个小时。我为什么没有管理身材？那是因为我在忙着管理自己的人生啊！我也想同时拥有谷爱凌的身体、董明珠的事业，还有马斯克的繁殖能力啊！就工作久了呢，是不可能没病的。我觉得我的体检报告比我的工作报告更能体现我工作有多努力。因为病历是很难注水的。我甚至在想啊，去面试的时候是不是病历比简历好用？想象一下，HR 面试，我拿出病历，有结节代表我能忍。别人工作是结果导向，我是节节导向。曾带领团队打破公司最高血糖记录，团队人均211血压。你来自985，我来自 ICU， 我用的还是年假，绝不占用公司公共资源。我最近体检最严重的一项是体检出一个巨大的甲状腺结节，我一听很吃惊啊，我明明是做乙方得的结节呀，它应该叫乙状腺结节。后来呢，我去医院看，医生说的都不一样，所以最后我跑了6家医院，我终于有了一种当甲方的感觉，到处收集方案，然后比稿。有些医生说疑似是癌，没有打动我；还有一些医生说让我手术处理一下，我觉得挑不出什么问题吧，但是没有新意。最终我终于找到了一个让自己满意的方案，他们说我根本没事儿。为什么会没事儿呢？我做甲方做得太爽了，我的乙状腺结节呀，自然就没了。刚开始那2个医生说是癌，我妈又如临大敌，说我之所以生病，是因为我吃外卖、熬夜、工作压力大，让我赶快辞职回老家。小时候让我努力，生病了怪我太努力。原来东亚小孩的亚是亚健康的亚。以为很严重的时候呢，我请了一个长假，后来发现是误诊，我也没有销假。毕竟请假挺难的，而且我也想明白了，我不是只有病了才配休息。有个网红曾经说过，到底是多么伟大的前程，才让我们错过了4季。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秋天里，我不想一个人站在美丽的秋天里，漫天的落叶里，对自己说，我为什么要在最好的年纪，人就没了。好，我想了一下，今天就讲到这里，我得先去休息一下了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水，我是新加坡的演员，但我是老家是东北的。今天跟大家聊聊海外的东北文化，好不好？东北的 globalization。新加坡有很多的中国餐馆，越来越多。这中间东北餐馆是最受欢迎的，而且最好辨认，因为我们东北菜就是食材和做法全都告诉你。尖椒干豆腐，小鸡炖蘑菇，铁锅炖大鹅，所见即所得啊！你们听到东北菜名，你可能不喜欢吃，但你至少会做了。你们知道乱炖怎么做吗？你们知道冻梨怎么做吗？这考你们南方菜。知道佛跳墙怎么做吗？我不知道，后来我查过，乱炖。我在东北长大，习惯了在菜名里找那个食材和做法。我刚到新加坡的时候，有的菜名是靠猜的。我站在新加坡餐厅里一抬头，沙爹，先不吃，听着没大没小。煲仔饭，听着没小的，跟沙爹是套餐，听着像。椰浆饭、娘惹菜、
爷爷不泡茶，外婆家的菜，你不知道吃什么，但实在亲戚越来越多。而且不光这个菜名，餐饮餐馆的名字也是，你觉得出了东北都叫得很含蓄，把湖南菜叫湘菜，是吧？上海菜叫本帮菜馆，我们东北菜到世界各地都是东北烧烤饺子馆。东北人就不擅长起名，我老家中央有条大街就叫中央大街，我们那儿乡村爱情剧就叫乡村爱情，不会让外地的朋友起疑。说是乡村爱情，乡村爱情，是不是个湖南餐厅呢？听着是。为啥这么直白呢？就是北方人有点好吃的，他就是很巴不得你快点吃，所以选择直白，不会修饰，你懂吗？我每次回到东北老家，我妈就是惦记让我吃东西，我不吃都不行，每天早上都是。儿子醒不醒呢？儿子醒不醒呢？我说我没醒，醒了呀。你饿不饿？你吃点东西，妈给你整点吃的。你饿不饿？你饿不饿？饿不饿？饿不饿？我说还行，饿了呀。你吃点这个，妈给你整。你有钱你买不着你这玩意儿，你吃你尝尝，你尝尝。我就只能吃，我但凡觉得好吃，我回程的行李里就全是这个。现在的直播带货说一大堆，我觉得没用。你都不如让我妈去啊！直播间的朋友来了呀，你这个你尝尝，你尝嘛，你尝尝。我们北方人就是这样，好东西不用硬夸，你只要尝过用过，你就知道它好。就像滴滴一样，你打开滴滴出行，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也能用中文直接打车，想咋滴就咋滴。还有没有在国外用过滴滴的朋友？回去用呢。哎，东北人就是擅长这种直给啊，他不光吃的，都是恋爱综艺或者恋爱节目，他也是很直给的。不让现在你们看那种普通的综艺，是吧？单身的地狱，结完婚的惦记离，要离赶紧离，一离10好几集，磨叽。你看我们东北老年人综艺，你上来大爷大妈刚一见面，那大妈说，那你各方还行啊，那大爷说我都行啊，是吧？哎，这好综艺，大家回去看看啊，东北看看。哎，关于爱情，东北就是有的时候会过于松弛。我不知道大家听过那个乡村爱情的主题曲叫《谁是我的新郎》，这也太松弛了吧？都已经唠到新郎了，不知道谁是新郎。我每次听这歌都有画面感，我每次听这歌都感觉是彩玲姐唱的。对面站5个小北，你觉得谁是我的新郎？啊？就是这种松弛。我把这个歌也给我的印度朋友听，我一直在想这个新郎是谁，直到我在新加坡给印度朋友听，我那印度朋友说，我们印度有首歌叫《新娘嫁人了，新郎不是我》。这两歌不光歌名能对上，这俩歌好像是一起写的，就都能一起唱。我知道这个时间点唱歌有点奇怪，但是你知道北方人有的时候有点好东西啊。你听听呢，听。谁是我的新郎？当当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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，嘿，别再让我东张西望啊！啊，那苦里猴呀猴人呐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几米，谁是我的新郎？啊，嫁！哎嗨嗨，快来到我的身旁！咚咚大，好。就用这种祝大家婚姻幸福，爱情甜蜜，常来东北。我是来自新加坡的阿水，谢谢大家，我是阿水。谢谢。好，大家辛苦了。我是南瓜，大家还认识我吗？认识，确实。这半年减了60多斤，变化比较大啊。对，现在很多人见了我都要愣一下，他说你好像是南瓜，但感觉跟南瓜不一样了啊。我说我现在是贝贝南瓜。这半年确实减的挺多了，跟去年完全是判若两人，已经不再是去年那个胖胖的吹唢呐的南瓜了。
减肥减得太狠了，肺活量都减小了，唢呐都吹不响了。所以我今年就去开发了新的才艺，我去学习爵士舞了。这就是魏武。而我学跳舞真的很开心，因为我从小就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是在农村没有条件。现在长大了有能力了，我决定去朝花夕拾一下。但现在这个年纪再去学跳舞，你就感觉那个动作很妖娆，学起来就很羞耻。然后我就专门找了个私教，我都找了个私教了，能不能给我安排一个私密一点的教室？就在那商场透明大玻璃。老师做什么，我在旁边做什么。只要有人过来，我就不做了。我就看着老师做，我在旁边手拍子，不知道的人以为我是老师。老师他就鼓励我，他说我们跳舞呀，最重要的是胯要灵活。他说你的胯挺灵活的，有天赋，是不是偷偷练过？老师不知道，我之前送外卖，每天在电瓶车上就是这样。我在学爵士之前就做过很多年的骑士了。真的，现在体验了一下，真的很开心。我小时候特别想学跳舞，但没条件，没得选。我爸在家里，我爸吹唢呐，我就只能跟着我爸吹唢呐。有人说唢呐不挺好，现在白市场多挣钱呀。其实这个工作真的不太挣钱，因为这个工作呀，它太不稳定了。你不知道啥时候有活儿，别人活多了，我爸就活少了。但是活多的时候，一个活连着一个活，我爸有时候半个月都不回家啊，我妈也不担心他外面有人，因为他知道外面肯定人没了。这个感受了一下，真的非常的开心。真的小时候，你别说才艺了，连兴趣爱好都很奢望。我上初中第一次接触篮球，一下子就迷上了，天天跟2个朋友一起玩。大哥拿到篮球传给我，我跑得快，跑过去传给老三，老三一上篮，我们这一条龙配合太厉害了。我们当时觉得我们长大都能打 CBA 啊，后来长大了，我在送外卖，大哥在卖烧烤，老三当了保安。后来大哥把肉烤好打包好，我骑电瓶车送过去，老三门一开，还是一条龙。我们没能相聚在 CBA， 但是我们相遇在了 CBD。到了社会上，就感觉离我的舞蹈梦想越来越遥远了。但那2年很开心，能在网上看一些视频，看一些偶像练习生这种青春有你这种唱跳节目，我很喜欢看这些练习生。就我觉得他们那种青春活力能感染到屏幕外的我。那时候有一首歌叫 Yes OK 特别的火的，当时很多人都在跳。我在送外卖看周围没人的时候，我也会偷偷的慢慢追，慢慢追我的梦。我觉得那些练习生就是我梦想的一种寄托，看那个节目很有代入感，跟他们能共同的成长。我当时还给他们投票，甚至送外卖的时候帮他们拉票。你好，能给个好评吗？他说在哪里给？我说你有爱奇艺 VIP 吗？那时候靠着手上的外卖给喜欢的选手拉了不少的票，也是发动了真正的饭圈。那时候那个精神状态跟周围那些同事很不一样。热奈他们出道那天，这非常开心。我坐电动车上说终于成团了。旁边骑手成团几个人呀？我说9个人，他9个人，那你送得过来吗？他们不理解我，他们觉得我是个异类，他们甚至还嘲讽我。他说你天天看那玩意有啥意义吗？有啥意义吗？你也去报名，你也去青春有你也去报名参加。我说算了吧，咱别斗了，我能去爱奇艺，我去爱奇艺搞笑嘛。当时确实在电瓶车上限制了我的想象力，没想到最初想上爱奇艺的初衷是想来唱跳的。去年一路比赛比到半决赛，更没想到是半决赛的嘉宾竟然有虞书欣，感觉像做梦一样，这个青春一下子就回来了。导演还给我们说，你们半决赛的选手明天在虞书欣的面前，大家表演一下 Yes OK 惊喜一下。我当时说这不好吧？你看我哪里有跳舞的样子呀？咱就别丢人了。其实我内心想的是 Welcome to my home court 这首歌没有人比我更 OK 了。但当时大家知道我去年那时候200多斤啊，我回去对着镜子我偷偷练，我完全已经跳不动了，已经跳不起来了。我真的很紧张。第2天彩排的时候我就想了个办法，当时小北在我前面。
跳得不错，那我就跟着他跳，结果第二天一直完全找不到北了。我真的很尴尬，老天给了我一个在爱奇艺唱跳的舞台，没有把握住。但是我又很开心的是，我讲段子的时候，虞书欣给我投票了。他说：“南瓜老师加油，你一定可以成为你想成为的人。”我当时愣了一下，我说这句话不就是当年给你在手机上说的话？真的就像当年扔出的回旋镖一样，又落在我的身上。我终于鼓起勇气，我去报了舞蹈班。我真的很开心，我就问那个老师：“我老师，我之前对着手机我自己练，怎么练都不太对劲。”老师说：“你先从电瓶车上下来。啊，你这跳舞束手束脚的，你往两边迈开2步，大胆一点。”我就跟着老师往两边迈开2步，跟老师一跳，一下子就对了。我真的好开心呀！没想到这简简单单这2步，我用了20年。谢谢大家，我是南瓜。